这一段奇耻大辱啊，美国后来的军政当局是能不提就不提。所以面对战场上的吃亏问题，美国怕是没有资格嘲笑别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欢迎来到包明说。这一期我们说一说俄罗斯将领阵亡的问题正在改善，美国人没有资格嘲笑俄军。3月19号，俄军南部军区第8集团军司令安德烈·莫尔德维切夫中将来到刚刚攻克的马里乌波尔，准备会见车臣部队的领导人卡德罗夫。然而在3月21号，乌克兰的国防部却宣布乌军袭击了位于马里乌波尔的哈尔松机场的俄军第8集团军指挥部，打死了莫德维切夫。到目前为止乌克兰自称已经打死了7名俄军的将领和7名上校。现在看来这里面有很大的水分，不过也确实有好几位俄军的将领真的阵亡了。俄军向来有指挥员靠前，甚至是亲临前线的传统。从苏联到俄罗斯，高级军官伤亡并没有影响俄军的实际的战斗力，反而成了激励部队英勇作战的榜样。这次情况也一样，乌克兰军队杀死俄军将领，不但没有让俄军退缩，反而更加坚决地投入了兵力和火力，把负隅顽抗的乌军彻底的消灭。所以西方的媒体如今正在哀叹单靠狙击手、大炮和无人机狙杀俄军的将领并不能结束战争，猎杀高级指挥员不可能真正的削弱一支军队。军队将领越是年轻就越是有活力但是无论对哪一支军队来讲，高级军官战时损失是要尽量避免的。而且乌克兰战场上的这种伤亡有着很大的特殊性。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介绍过，美国中央情报局从2014年之后就半公开的培训乌克兰的狙击手。美国情报机构在狙击战术方面的专业性那是毋庸置疑的。另外美军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乌克兰参战，但是在情报支持和作战指挥方面已经是深度的参与了。战场上的乌克兰小股部队是不是受美军的直接指挥，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信息的披露。但是俄军高级指挥官的行踪肯定是美军最关心的事项之一。一旦美军通过无线电监听、图像情报侦察、潜伏的间谍报告等多种手段确认了某个俄军将领的位置，那么就可以组织附近的乌克兰小队前去刺杀。俄军的信息化水平和对抗手段远远不如美军，所以之前吃了不少亏。但是俄罗斯毕竟是一个传统的军事强国，如何用劣势装备打仗，俄军也是有一套办法和思路的。最近1周，俄军将领阵亡的情况就明显好转，这说明俄罗斯对高级将领的反跟踪、反刺杀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对抗手段。当然具体怎么做，这还处在高度的保密之中。这一次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来说是生死存亡之战所以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高层肯定是密切关注，甚至是亲自指挥。高级将领大比例伤亡的问题一定会让普京总统高度重视。针对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高级军官伤亡大的问题，美军是极力的贬低、嘲笑俄军的指挥体系和通信系统。其实美国人也用不着幸灾乐祸。二战后在朝鲜、在越南、在索马里的悲惨的样子，那全世界也都历历在目。在更早的时候，美国被别人攻进老家，那更是狼狈不堪那还是1814年的事了。此前的1812年，独立不久的美国看上了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决定挥师北上，把这块土地也据为己有。1813年，美军攻克了英国殖民的加拿大首府约克，也就是今天的多伦多，在城里面烧杀抢掠。结果到了第2年，英国从本土派来援兵，在布拉登斯堡战役中击败美军，美军是一溃千里当时的总统麦迪逊带着内阁是一路向南逃到了马里兰州。英军先后烧掉了美国的国会、白宫、财政部、战争部，然后从容撤走。到1814年底，美国政府才搬回华盛顿。这一段奇耻大辱美国后来的军政当局是能不提就不提。所以面对战场上的吃亏问题，美国怕是没有资格嘲笑别人。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